人類居然都可以在火星上航拍。1976年，人類歷史上首個在火星表面長期工作的探測器維京1號成功降落。50年後 ，NASA 要直接在火星上飛無人機。2028年 ，NASA 將實行一項名為 Skyfall 的全新任務計劃。3架火星直升機將在进入火星大气後，直接從下降的飞行器上脫離，在空中啟動旋翼，各自尋找地點，自主降落。沒有傳統着陸器，也沒有火星車作為母船。3架直升機將獨立飛越火星，用雷達穿透地下，用相機繪制地形，在這顆紅色行星的冰凍荒漠中尋找深埋地下的水冰，以及未來人類真正能夠落腳的地方。從維京1號第一次觸碰火星，到3架飛行器從火星天空散開，人類只用了50多年。1976年7月20日，維京1號着陸器降落在火星北半球的克律塞平原，確認着陸成功的信號，在火星與地球之間飛行了19分鐘才抵達 NASA 實驗室。大約40分鐘後，第一張來自火星表面的照片開始一行一行地出現在屏幕上。畫面中沒有運河，沒有森林，只有碎石、塵土和延伸至遠方的荒涼地平線。它讓科學家意識到，火星比想象中更加複雜。而想要真的在這顆星球上尋找生命，就必須先弄清楚這顆行星曾經有沒有水，氣候如何變化，哪些地方曾經適合生命存在。此後的探路者號、勇气號、機遇號、好奇號與毅力號都沿着這條路線繼續前進。但這些探測器都有一個共同限制，它們只能在地面上走。一道陡坡，一片亂石，甚至一個不起眼的車輪故障，都可能讓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任務永遠停在那裡。那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規避掉這些損失呢？有的兄弟，有的。早在2021年，火星探測任務就第一次脫離了地面。2021年，機遇號火星車攜帶機智號無人機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。但想要在火星表面起飛，不能說易如反掌吧，也可以說是難如登天。火星大气表面气壓只有地球海平面的約1%，空氣極其稀薄。在這樣的環境裡，直升機旋翼能夠推動的空氣分子少得可憐。想要產生足夠升力，就必須把飛行器做得極輕，讓旋翼變得更大，並以遠高於地球直升機的速度旋轉。因此，機智號最初只是一個技術驗證裝置。它重1.8千克，原計劃在30天內嘗試最多5次短暫飛行。只要能夠離開地面，懸停片刻，再安全降落，就已經足以證明人類可以在另一個行星上實現動力控制飛行。但機智號最終飛了72次，這波完全是秦始皇吃花椒，贏麻了。他在火星上工作接近3年，累計飛行約17公里，不僅證明自己能飛，還開始為毅力號偵察前方道路，尋找科學目標，並幫助任務團隊提前判斷地形風險。既然證明能飛，火星直升機究竟能為人類做什麼？ Skyfall 計劃就是 NASA 給出的第一個大規模答案。按照 NASA 目前公布的計劃， Skyfall 將於2028年底發射，3架直升機由一艘名為 SAR-1 Freedom 的航天器運往火星。按照當前時間表，航天器將在2029年首次接近並飛越火星，隨後在2030年秋季再次抵達火星附近，釋放攜帶3架直升機的進入系統。而真正瘋狂的部分將從進入火星大氣開始。Skyfall 依然會使用隔熱罩、降落傘與制動火箭減速，但它並不準備把一個完整着陸器送到火星表面。當下降系統抵達合適的高度，3架直升機會直接在半空中脫離。旋翼啟動，3架飛行器從下降系統周圍散開，分別控制姿態，尋找地面，並依靠自主導航完成第一次降落。他們必須在沒有跑道、沒有地面人員，也沒有火星車接應的情況下，從一場高速行星進入過程中接管自己的命運。Skyfall 天幕殺機這個名字也是來自這種從火星天空直接釋放的降落方式。每架 Skyfall 直升機重約5000克，高約52厘米，2組反向旋轉的旋翼直徑約1.35米。雖然仍然體積不大，但與只有1.8千克的機智號相比，它們擁有更強的載荷能力。其中最關鍵的是小型探地雷達。
直升機飛過地面時，雷達會不斷向地下發射信號，再根據回波變化分析火星淺層地壳中的結構。雷達需要尋找的不只是普通岩層，它將嘗試區分塵埃、岩石和地下冰，測量水冰可能存在的範圍與埋藏深度，同時尋找地下空洞、熔岩管以及結構鬆散的危險地層。每架直升機還將攜帶1300萬像素的彩色相機，在飛行中連續拍攝相互重疊的畫面，生成厘米級的3維地形圖。一架直升機單次預計飛行約 2.5 分鐘，卻可以覆蓋1至2公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們不再依賴地面母船。機智號必須先把數據發送給毅力號，再由毅力號轉交火星軌道器。Skyfall 將配備低質量通信設備，能夠通過火星軌道器獨立接收指令和傳回數據。即使其中一架出現故障，其餘直升機仍然可以繼續探索。它們不是一架直升機的3個備份，而是3台能夠各自進入不同區域，從多個方向擴展探測範圍的獨立飛行器。這正是 Skyfall 最特殊的地方。3架直升機不會直接找到火星生命，也不會把火星岩石帶回地球。他們的任務聽起來甚至沒有鑽探古老湖床那麼浪漫，他們只是繪製地圖、測量風、檢查輻射，並確認地下有沒有冰。但對於真正想踏上火星的人類來說，這些信息可能比1張壯觀照片更加重要。因為探索一顆行星，首先需要抵達它；想要長期留下，則必須真正理解腳下的土地。50年前，維京1號緩緩降落在克律塞平原。他用第1張來自火星地面的照片告訴人類，這顆遙遠的紅色光點是一個可以被抵達的世界。50年後 ，NASA 計劃讓3架直升機從火星天空中直接釋放。維京1號證明我們可以抵達火星，機智號證明我們可以飛上火星的天空。而 Skyfall 真正想證明的是下一件事：當人類有一天親自來到這裡，我們是否已經為自己找到了一片可以落腳的土地？